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6次现身 Marketplace。赵丽颖的无所不在比你自然想象的要精彩得多。赵丽颖6次亮相设计市场，市场记录了她的工作，也记录了她在路上的发展和变化。她第4次出现在哈珀市场的前面，是在2020年8月，向广大的读者展示了她的卓越表现。这一次封面使用了昏暗的雾气，赵丽颖在雾气后面穿了一条蓝色长裙，显得更加的艳丽。她令人费解，令人尊敬。和过去的赵丽颖不太一样，现在的她个性多了。有了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后，她的心渐渐消融，她更懂得如何平息自己的情绪。这样的赵丽颖同样比较讨人喜欢。第5次是2021年5月，赵丽颖再次与 Marketplace 合作。5月号的正面已交付。赵丽颖在市井的焦点下展现出更加可爱的一面，像5月绽放的花朵。她的眼睛像幸运箱里最绚丽的金色，容光焕发的小精灵。网友们称赞，眼睛里有星星和大海，馨香暖暖，明媚动人，唯有你一个酒鬼。精致迷人，多次出现在 Marketplace 上。赵丽颖在你的时尚街市20222月刊、晚春、摘星大片着实让人惊喜，花影熏染，羽毛在花瓣中翩翩起舞，滑入关于春天的幻想。有网友表示，赵丽颖的演技非常出色，是媒体的典范和励志榜样，细腻动人，清晰丰富，赏心悦目，纯真无邪，是媒体中的一股清流。发起人王电视台评价王福，把赵丽颖带回家。赵丽颖试探任何戏院，掌控任何工作，她能做的一切，一颦一笑都表现得犀利清晰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勇敢的女人，其实就是赵丽颖。你怎么看？如果不是太麻烦，请在下方留言并提出您的观点。02王一博粉丝调侃手掌落水，王晨晨在网上回答：先看看我是怎么摔的。虽然内向的迷们相信自家工匠的路透社永远不会再存在，他们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完成了它而不传播它，但最终它无法停止。尤其是当工匠的节目组不知道期待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路透社就堪比直播。This is Hip Bounce 的第5次似乎是最近完成任务。火锅房虽然已经买了好几季了，但现在正带大家出去锻炼。很像王一博，路透社被拍过玩快艇。尽管不能说王一博的快艇之旅是否会被剪辑成片子，或者说只是他的休闲时光，但他这种疯狂的爱玩的天性确实让很多粉丝感到他们孩子的能量。富有的王一博坐快艇已经不是第1次了。之前在夏日冲浪店中，王一博同样漂泊过得很开心。他直接把快艇当成了摩托车，不需要导师的指导。他直接把它画在海面上，一场大火，那一幕直接变成了众多粉丝的背景。由于是路透社，粉丝们对特定的联系并没有最模糊的想法，所以根据网络上的各种变种，王一博有很多愚蠢的东西。乘坐快艇，直截了当地当成自己的雅马哈，在海岸线上徜徉，波涛汹涌，好似海中哪吒。然后根据网络上的消息，在这就是 Hip Jump 的运动消耗评论中，不仅有第1个预设成本，还多了一句对驾驶快艇的伤害王一博。看来王一博又变回了少年。灭世之主，他又打破了一个东西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担心有人。这是路五首席王晨晨据说落水了，据说是被王一博抓到的。还有，据说是在王一博粉丝的推敲下得到肯定的。在吃瓜的脾气下，几位恋人来到导演的快视频平台，询问消息的真实性。于是导演毫不迟疑地回复道：你先测试一下我是怎么下水的，笑着哭着。太真实了。不过也有不少有损网友给王晨晨留言：不要把你掉水的片段删了，我要观察。
他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，可能会很有趣。虽然不知道导演下水的全图，但也有网友猜测导演还开着摩托艇追王一博，不过他并没有被王一博的波涛击中，之后掉进水里被王一博捡到了。不过钓鱼这个词的用法实在是太搞笑了。但是如果您仔细考虑照片，您还可以体验不同赌博时代的乐趣。每天录制街舞的时候，王一博不停地我要告导演，这封信是假的吗？现在导演也开始告王一博了。另外，听说王一博要买数码相机设备，数码相机掉水里是为了追他，可见王一博在赌博的时候有多搞笑。王一博虽然想在外出看电影的同时塑造多元化的角色，但难度很大，但这个嘻哈是他放松的好去处。录制节目时那难以控制的表情，海边永远吵闹的摩托艇，都证明他是幸福的。期待看到王一博赌博的可敬电影，但愿导演现在不再减少他是如何落水的元素。03败亡开播，32年老李勤演霸道女强盗，被人怀疑演戏刻意不自然。今年夏天，《兰花的秘密》《繁星点点》《沉香如屑》等历史木偶剧，营造了一种存在的体验。在大家对历史傀儡的期待消失之前，请君再次上映。这部由李沁、任嘉伦主演的寓言爱情剧已经热播了好几天，对白同样很高，剧情波光粼粼，节奏明快，但主要演员也有一些疑问。任嘉伦因失去台词能力而备受诟病，而李沁则因表演能力而备受诟病。作为具有古典气质的辉煌，李沁的超越作品特意演绎了高贵自然或血腥残缺的角色，同样与她的气质相契合。比如《白鹿原》中的田小娥，《庆余年》中的公主婉儿。在败亡中，李沁似乎需要抬高自己，分配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。剧中饰演的于登登是一个被男人看成小孩子的女强盗，她性格无忧无虑，大部分时间都很随意。因为她的个性，她经常穿男人的衣服，举止粗鲁，说话尖酸刻薄。在最初的几集中，她是一个带有一些温和喜剧的个体。李沁的演技也一直被人质疑，她是戏曲演员，在戏曲舞台上不成熟，不适合拍影视剧。例如，在《爱上特种兵》中，她被评价为面瘫，笑不出来，装可爱。在这部剧中，她的表演能力更是通过她的角色和出现的方式落后于计划。为了具体人物的特点，她的整体表现有点太强势了，而且控制得不好，所以她现在可以不再显得俏皮、小而不再烦人。代替李沁的长相是那种历史的典型，现在不再是网红脸，而是有她的个性。但她的脸几乎没有骨感，现在已经不够圆润了。事实上，这种脸型与傻白甜的个性格格不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的身体并没有保留很多少女感。几张照片中，她的嘴角下垂，法令纹和眼袋明显，面部痕迹锐利。事实上，她看起来古色古香。高冷雨姐姐老实说更适合她，还是几个悲剧角色，她不想笑得灿烂，也不想嚣张。虽然她已经声明一个真正合适的演员不是通过职位的方式确定，无论她的行为如何。不过有一个问题要说，李沁现在已经达不到这个层次了，她还是选择了几个更适合自己的角色，更能凸显自己的优势。反观李沁，今年已经32岁了，还要演这种古怪的少女角色，这对现在的女演员来说真的是22岁了。今年夏天的3部礼服剧中，苍兰诀女主虞书欣和繁星女主赵露思在《沉香如屑》中的存在感明显好于杨紫。相反，在那些青春偶像剧中，女主的摆设通常是傻白甜的类型，通过小花的方式演绎，让你现在看起来不再是刻意的温柔，更合适。但我们看到刘诗诗、杨幂、赵丽颖等85朵花却在历史木偶剧中大放异彩，可能是因为这类题材在市场上知名度更高，为演员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，可能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吧。其实演技的要求没那么高，剧情通关、网关、人设就够了。
所以，虽然她已经当妈了，但赵丽颖和杨幂还是在极力的让她保持少女感，只是为了让她的花期更长久一些。但人类迟早会发展出古董，女演员会从技术到技术，精通的人类会从技术到技术弹出，并且会不断出现更有活力的面孔。当你老了30岁的时候，你仍然可以画出难以掩饰的面子，扮演一个20岁的老太太。当你40岁的时候，你怎么看这个？